历史性一步，叙利亚过渡时期总统艾哈迈德·沙拉抵达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46年叙利亚独立以来，该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或许任谁都没想到，几年前还在前线扛枪的武装反对派首领，现在会西装革履地坐在白宫里，向那些曾经在幕后支持或制裁过他的国家伸出手要钱，要政治认可。这画面光是想想就够讽刺，因为这不是什么友谊之旅，而是地缘争端下的一场豪赌。此前，美国在沙拉赴华盛顿与特朗普会晤前夕，解除了对其本人的制裁。另据美国财政部显示，叙利亚内政部长阿纳斯哈塔卜也被移出美国制裁名单。11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解除对叙利亚新总统沙拉的制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理会14个成员国投票支持该决议，无反对票，而中国则投了弃权票。美国把沙拉从制裁名单上拿掉，等于给他递了张入场券，但这背后藏着的不仅是美国对过去10年失败战略的清算，还有对叙利亚的新的谋划。现在的艾哈迈德·沙拉不再是反对派指挥官，而是正统军，他现在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温和、包容性政府的代言人。他为什么这么急切的要来美国？很简单，因为他的权力基础是外包的。如果得不到美国的正式承认、经济和重建援助，以及解除剩下的制裁，他一个过渡总统在国内根本镇不住场子，也兑现不了他当初对民众的稳定承诺。但这里面有个悖论，他越是依赖西方，就越要小心翼翼，不能让国内那些残存的、深层的旧势力和强硬派武装觉得他卖国了。所以沙拉其实是在进行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赌博，他想用自己的低头来换取美国的背书和钞票。但如果美国的援助不能及时到来，沙拉在叙利亚国内维持的脆弱平衡可能会随时崩塌。美国当然也不会白给，以特朗普的性格，肯定的捞点利益。美国等于在赌叙利亚的未来稳定，最终仍要服务于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另外，美国决定接触沙拉政府，还有一个原因，他们不得不承认，过去10年在叙利亚的战略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过去由于美国认为叙利亚在其整个中东战略布局中的价值不如伊拉克，所以美国不愿意投入太多资源，导致美国想要达成的政权更迭意图落空。相反，俄罗斯对阿萨德旧政权的支持，那叫一个不遗余力，甚至把叙利亚变成了俄罗斯中东战略的重要支点。就算现在阿萨德政权垮了，俄罗斯和伊朗的影响力也不会凭空消失。美国现在拉拢沙拉，目的其实很简单粗暴，重新回到叙利亚这盘棋里，以最小的参与度来解决问题，通过经济援助和制裁解除这两个政策松绑，在叙利亚的未来重建进程中打入一个西方锚点，以此来限制俄伊的影响力。沙拉这次访问说白了就是一次高度功利性的资源交换。沙拉这次是带着3个愿望来的。第一，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以确保过渡政府的合法性，并在全球舞台上重拾叙利亚的应有地位。第二，要解除制裁，移除剩余的阻碍叙利亚进入全球金融系统和获取捐助资金的制裁措施。第三，要重建援助，叙利亚必须获得西方具体的多年的重建援助承诺，因为没有重建，难民问题和国家稳定无从谈起。但美国的支持绝非无条件的，美国要求沙拉政府必须拿出硬核的投名状，这些要求包括确保政治包容性、履行反恐承诺，以及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采取硬性措施，包括毒品、军阀与政权残余的清除。美国手里攥着援助和制裁的开关，他们要把重建资金变成长期影响叙利亚的永久性杠杆。沙拉想获得生存能力，得拿出一部分治理主权来交换。对于沙拉而言，他最终能不能坐稳叙利亚总统这个位，就看他能不能解决2大问题：国家重建和难民回家。叙利亚的城市被炸得稀烂，重建所需的资金是天文数字，远非任何单一国家或联盟能够独自承担。这也是沙拉急着来美国和谈的原因，因为没有国际认可的合法政府来管理资金流向，大规模援助就是个笑话。如今数百万叙利亚难民流离失所，滞留在邻国或国内，所有人都清楚，没有全面政治解决方案和国家重建能力，难民大规模自愿返家是绝对不可能的。难民问题是沙拉新政权成功与否的硬指标，也是邻国土耳其、约旦、黎巴嫩等最想让他赶紧解决的问题。但是要难民回归，沙拉还需要解决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权问题。很多难民文件在战火中丢失了，或者财产被旧政权或各种武装组织侵占。如果沙拉政府连这些基本的土地纠纷都解决不了，难民就无法安全回来，即使回来了也不知道如何住在哪里。所以土地权和财产权如果沙拉解决不好，不仅国际援助会受阻，还会导致社会动荡持续发酵。沙拉访美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历史的重启点。说到底，叙利亚的命运正悬在一场由利益驱动的复杂谈判之上。我们且看看这场旧日仇敌的握手，最终会给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带来稳定，还是新的灾难。